大家好，宠粉的姨太又来了。在所有的影视角色中，有一类角色是最考验演员演技的，那就是疯子。如果表情和动作太夸张，会立刻让人出戏；表情太含蓄，又让人不知所云。这个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好。成功的例子有王宝强的树先生、张国荣的程蝶衣，女演员中也有表现不错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成功饰演疯子的女演员中，谁的表演最打动人吧。苗苗，芳华。冯小刚导演在《芳华》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因原生家庭影响的单纯女孩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疯子的过程。何小萍是个命苦的孩子，6岁失去父爱，母亲改嫁，弟弟妹妹对她不好，进了文工团。她本以为这里是天堂，可却也被处处刁难，所以她只能半夜偷偷哭，还给管教所里的爸爸写信。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落差。在蓝颜知己刘峰被诬陷送往前线后，何小萍不上台表演，天天向下，终于如愿以偿被送到野战医院。但在这里，她阴差阳错成了英雄，从无人关注到万人敬仰，人生中第二个落差实在太大。何小萍不知该如何自处，脆弱的人格终于导致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疯了。何小萍的形象是青春美好、富有朝气和荷尔蒙的，这样一个角色变疯，似乎有一种将美好撕开的力量感。穿着病号服独舞的场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苗苗还是接住了这个内在崩塌的女孩角色，与黄轩的那个对视，虽然眼神里有稚嫩的地方，但能读到内容，看到人物经历的复杂，结合剧情虽不惊艳，但依然优秀。万茜，你好疯子。2016年上映的《你好疯子》是话剧改编电影的最好作品之一，也是万茜真正意义上的演技成名之作。片中出现在精神病院的7个角色，其实都是女主角安息的副人格，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与其说是精妙的情节设置，不如说是老一套精神分裂的小聪明。安息这个角色是典型的精神创伤的疯子，小时候为了寻找依靠，他想象出了6个其他人格，并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片中有一个长镜头是在与医生对话时，万茜一人分饰7个人格，虽然外貌妆容没有任何变化，但从万茜神态、肢体动作和台词语调节奏的变化中，我们能很清楚看出她此时是谁。安息是背叛我们的人，应该是他付出代价。这段表演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全靠万茜用演技展示张力，功力十足。我们几乎相信她就是一个有7个人格了。而最后面对其他6位演员在场的那段独白，更加的让人惊叹。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以前的样子，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样？最后他被放出精神病院的那一刻，甚至美得有点不沾人间烟火。任素汐、驴得水和你好疯子一样，驴得水也改编自话剧，它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喜剧故事，而是一个女老师是怎样被逼成疯子的悲剧。任素汐饰演的张一曼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疯子，她活得帅气潇洒，将爱和性分得十分清楚，也因此有了火遍全网的说服梗。只可惜小铜匠和裴魁山这2个和他有过肉体和精神交集的男人，都在现实的戏谑中对他因爱生恨，活生生将他逼成了一个疯子。我错了，先生，我错了，我不敢了，我错了，我已经在改造了，让我戴罪立功。蒜皮飞扬的浪漫里，那首我要你多动人，最后张一曼被逼疯的时候就有多让人痛心。都怪这夜色。任素汐用自己的演技的爆发力，很好的诠释了张一曼被逼疯的过程。被骂的时候，她眼神里就已经开始有内容了。当校长被逼拿起剪刀，头发在轻柔的音乐中落地，再看任素汐，眼神里已经开始透露着绝望，还有某种普通人没有的失神。最后的笑容其实已经说明角色疯了。这扭曲的世界逼疯了学校里最正常的女老师，也意味着所有人人性的彻底丧失。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任素汐终于开始用肢体去诠释角色的疯，但这已经不重要了。真正的张一曼在和裴魁山对视的那一刻已经死去，活着的张一曼不过是一个躯壳，她的变疯也寓意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彻底消亡。任素汐的演技真的太细腻了。徐璐，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虽然是琼瑶式的言情剧，但里面却有不少丰满的配角形象，李可云就是其中之一。徐璐饰演的李可云，一家人长期寄人篱下，算是陆家的佣人。她与陆家的少爷尔豪从小一起长大，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青梅竹马的他们最终越了雷池，李可云怀上了尔豪的孩子。因为王雪琴的阻挠，李父带着可云离开了陆家。随后可云诞下一个男婴，但孩子不久后就得病死了。失去孩子的可云受到打击，变成了疯子，情况时好时坏，令人唏嘘。发疯的可云虽然留下了不少表情包，但作为古早时期的女疯子，徐璐对李可云的表演是十分传神的。
那种慌乱、手足无措和失神的眼神，还有全身不受控制的乱动和胡思乱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哪弄不动你了，太云？你们为什么要拉我？快放开我！见到认识的人的时候，或许会有那么1-2分钟的沉静，随即想到孩子，疯病就开始爆发。他们抢走了我的宝宝！宝宝！老爹，因为李可媛是一个十分美丽清纯的角色，当然在有些场景中徐乐的表演有些浮夸，但在这部剧中，她饰演的李可媛依旧是《情深深雨蒙》中最经典的配角之一。周韵，太阳照常升起。姜文的电影从来不会把老婆拍得太丑，所以《太阳照常升起》里的疯妈是一个精神有点失常、人生有点悲凉，但却极富魅力的女性角色。她毫不掩饰地用大特写镜头展示自己妻子的美，似乎在告诉我们，《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的逻辑就和精神病一样荒谬。要了解疯妈为什么会疯，就要了解她的丈夫李不空。李不空是一个情场高手，与疯妈有过一段感情。一个夜晚，他叫疯妈一起私奔，疯妈不肯，于是就被他伤害了。之后就有了孩子。疯妈带着他来到李不空的家乡，又得知李不空在苏联出轨，他对李不空又爱又恨。在那双象征女性性解放的鱼鞋丢失后，彻底发疯。周韵对疯妈疯的表现与太阳照常升起那模糊的内核相适应。她寻鞋上树唱曲儿找娃，我们可以相信周韵的演技。年轻的她，即便扮演房祖名的母亲，也没有丝毫违和。那疯疯癫癫的状态，歇斯底里的叫喊，不知所云的话语，丝毫没有让我们觉得陌生，反而有种亲切感。妈，我现在生命极限了！上树了！陶虹，末代皇帝。陶虹在《演员的诞生》中作为飞行嘉宾出演了10分钟的短剧，在这10分钟的短剧里，她完美塑造疯皇后婉容的一生，将一种古旧鬼魅的女性美感投射到了婉容这个末代皇后的身上。从开始的浪漫少女，到中间的性感少妇，再到最后的疯癫弃妇，每个阶段都有表演和眼神的层次，分明能看到人物情感和阅历的变化。她的笑容从天真纯洁到妩媚诱惑，再到最后的神经质，变化自然，浑然天成。从陶虹身上很少能看到这样惊艳的性感，尤其这段贯穿前后的穿着睡裙跳舞的镜头，这是一个伪满深宫里一个女人对自己最后压抑的疏解。中国清朝最后一位皇后，死于延吉某监狱。最后溥仪决绝分别时，他眼神里透露的绝望，看似疯癫又似正常。正是这个精神状态模糊的分界线中，婉容的悲情也被呈现得生动又立体。陈冲饰演的婉容也很经典，在电影中，婉容丧死后被带出伪满皇宫软禁囚居，后来苏军攻入伪满洲，日军安排溥仪和婉容一同坐飞机逃离，被囚禁的婉容也因此再次被接到了皇宫中。此时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面容姣好的皇后了，而是个小老太太。她形体僵硬，脖子前倾，眼神疯疯癫癫，走路也颤颤巍巍。但就是这样一副残烛般的躯壳之下，他似乎又留有一丝清醒。每见到一个日本人，他都会上去啐一口口水，表情里带着无限的鄙夷和轻蔑。碰到溥仪的时候，他只是短暂的稍微停顿了一下，我们看不出他的眼神是不是看到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但那种沧海桑田的心酸和复杂都全都包含在他们目光交汇的一瞬间。陈冲对风的诠释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过分夸张的肢体和语言，一切都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如果了解真实历史上的婉容的经历，你会理解他的表演。活着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但他心里依旧有种怨恨，这像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也是他延续自己生命的唯一动力。虽然没有拿到奥斯卡影后，但末代皇帝凭借陈冲和尊龙的表演拿下9项奥斯卡大奖，陈冲的婉容也注定是对那个悲惨的末代皇后最好的演绎。王丽坤，北京青年。北京青年中的任知了是个苦命的角色，但周深却透露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可爱微光。他20岁因失恋跳海自杀，被任重饰演的荷西所救，从此就赖上了那个男孩。荷西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虽然精神分裂是个疯子，但他却是大家的开心果。北京青年没有展示任知了变疯的过程，相反，任知了代表着剧中一种极为纯净和可爱的意象。所以王丽坤的演法并没有苦大仇深的故事感和精神失常的犹豫感，而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傻里傻气，充满了成人世界里没有的稚嫩和卡哇伊。姐，你干嘛呢？因为王丽坤的表演，任知了身上没有今天那些故作可爱的网红感，表演舒适，恰到好处，给人的感觉就是纯粹。尤其这群人离开烟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任知了不小心点燃了房东家的窗帘。一群人在商量对策的时候，只有任知了若无其事，听得津津有味，有种难得的志气。去深圳好，深圳我熟，
我可以带你们去玩。王丽坤的认知了可以说是最纯洁、最可爱、最幸福的疯子。你还知道哪些演发疯戏演得很逼真的演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